大家一直鼓吹无脑的长期持有，到底在任何时间点都成立吗？结果发现在1970年代，还有1929年、1999年，长期持有大盘10年，这段时间资金没有任何的增长，反而还经历了2次资产减半的心理折磨。长期持有忍着10年价格不涨反跌，所以我统整结合了各家精华流派，发现原来还有经济周期，怎么从小都没有人告诉我呢？而看懂经济循环，判断现在在哪一个阶段，我们就可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。经济成长的动力由2种力量组成，长期来说是生产力的提高，通常是结合当代的科技，像是铁路、电力、汽车，再到电脑、网络，还有软体，还有最近最夯的 AI， 只要是可以提高我们生产力的一个动力，就会经济扩张。就是我在上一部影片提到的产业趋势的部分，在对的时间点选对的产业，猪也就能跟着一起起飞了。而今天我们着重于短期的一个经济周期，就是信贷周期。这股力量推升上来的，就是我们常看到的那个股票周期，都有一个波峰一个波峰一个波峰，可以简单的分为4个阶段： reflection 复苏、 inflation 通膨、 disinflation 减通膨、 deflation 通缩。为什么是信贷周期呢？因为这是市场上的资金量多寡来决定我们的水位高低有多少。在 reflection 复苏的期间，央行会调整利率，把利率降低，就是把它的资金水龙头放开，放更多水出来，放更多资金出来。因为利率低就代表利息低，所以负债的利息也就低，可以催化鼓励更多人出来贷款做信贷，借款的人就比较多。不管是拿去买资产，或者是拿去消费，这都是在促进经济发展。因为有人花钱消费，或者是买资产，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。那另外一个人就有收入了，他也会跟着消费，跟着买东西、买资产，一个接着一个，一个接着一个继续转动。那流通在市面上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多，接着就会慢慢走向 inflation 通膨的阶段。因为市面上有太多的钱，想要固定数量的资产或者是商品，原本供给的这些资产或者是商品的数量，它的数量是不变的，但是需求增加，因为钱变多了，钱不知道往哪里跑，所以资产跟消费的价格也就跟着涨，就是适度的通货膨胀，也是经济扩张的阶段。但超过太多，就会像是前阵子2022年物价飙涨的那个时候，如果再不调整，可能会进入到停滞型的通货膨胀，像是1970到1980年的美国。这个时候长期持有股市大盘，你会发现到中间不止持续的下跌，过了10年跟当初买的价值是一样的。这个图表是已经经过调整物价通膨的一个价格，如果从普通的账面上就是标注的价格来看，指数好像涨了28%，听起来好像不错，但是扣除当时疯狂的通货膨胀了以后，实质回报却是负的，而且是过了10年哦。再有坚韧耐心的人，可能也很难再继续等下去。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央行为了让市面上不要有太多的资金流窜，就会调整利率，就是把它的资金水龙头关紧一点，把它的利率调高，这样子利息就变高，所以借款的负债成本就变高，所以借款人就变少了，借钱来买资产或者是消费的人也变少了，市面上流通的资金也就跟着减少了，自然而然就把那个通货膨胀的一个程度把它降低下来，就是到 disinflation 减通膨的阶段。而通常来说，一般普通的短期周期的一个循环，可能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周期回归，就是回调一下，会小范围的回调修正。但是如果碰上本身基底不好的灰犀牛，但是因为那时候的气氛非常的热络，
所以被大众忽视的重大风险，或者是黑天鹅这种不可预测、发生几率极低却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情，又或者是混合型的，有黑天鹅加上灰犀牛的事件，这样往往会伴随着严重版本的 deflation， 就是通货紧缩，就是价格下跌、需求萎缩，没有人要消费，市面上几乎都没有钱，资金在流通，这就是周期的谷底。但也因为现在的央行都非常有经验，他们已经 try and error 试错了几乎快100年来的一个历史，然后再加上日本长期的通货紧缩，所以他们有这个 QE 量化宽松始祖的教学示范，而 QE 白话文来说就是印钞票，所以现在央行跟政府有降息、QE 或者是财政刺激这种3大工具，所以在刚衰退的时候就非常的积极介入，像是 COVID-19 那一次，美国联准会 Fed 直接用这3招注入了强大的流动性，几乎不给衰退一点时间，通货紧缩只持续短短的2个月，相较其他的衰退时间长达好几年来比，就是超级快，直接加速跳阶段到 reflection。 长期持有股市大盘不一定能换来想象中的报酬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入场时候的经济阶段。除了刚刚提到的1970年代遇到停滞型的通货膨胀，还是已经进入到疯狂的非理性繁荣的阶段。所以长期持有要成功，还是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下，就是购买的价格低于它的内在的价值，它是高度取决于我们入场时候的一个估值，还有是不是处在周期的顶端前夕。尤其大部分的媒体可能只拿近10年或者是20年的资料，可能就没有看到更长时间的尺度的资讯。而这个信贷短期的周期通常是5到8年，是由人性，也就是资金的供应量所驱动来的。其实我们很难预测经济，尤其是身在当下其中的我们，但我们可以判断现在，我们可以判断现在的状态是什么。像中国很明显的就是处在通货紧缩的一个状态，房市大跌，大家都不想消费，然后疯狂内卷的一个时代。而每一个经济体其实处在的阶段是不一样的。那你觉得美国跟台湾现在分别是处在哪一个经济阶段呢？除了看懂这个短期的一个周期，把握好每一个时代的一个生产力的动能，就可以抓好趋势，不用焦虑的当冲，或者是你长期持有却看不懂我在拿什么。下一集跟你分享这些周期的转折点，是为什么导致这些20%以上的崩跌呢？是灰犀牛还是黑天鹅，还是他们一起出现了呢？我是 Renee， 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内容的话，记得按赞订阅哦。我们下一个影片见。